大家好，我是杨。结束了一天的辛苦日程，是不是感觉有些疲惫呢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套适合在睡前练习的好梦拉伸动作。练习时还不用想刷手机，在舒缓的拉伸中安抚你的情绪。建议在洗漱后练习，这样练习结束就可以直接进入梦乡。一共有4个动作，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，仰卧在床上，听着舒缓的音乐，全身放松，将两腿屈膝，脚心相对，两脚跟尽量靠近会阴，膝盖靠近床面，拉伸腿部和腹沟部位。大约坚持1分钟以后，两腿收起，做第二个动作。右手拉住右脚踝，使脚跟靠近右侧臀部，将大腿和小腿放在床面上。此时能够感觉到右侧的大腿前侧非常紧绷，这就说明这个动作做对了。稍有停顿，然后右手再辅助右腿收起。接着换左侧做同样的动作，将右侧的大腿和小腿靠近床面，如果腿部靠不到床面也没有关系，到最大程度就可以。腿收回以后，做第3个动作，需要坐起来，将左腿向内，脚跟尽量靠近会阴，右腿向外，右脚跟尽量靠近臀部，然后上身向左侧倾斜，趴在左腿上。此时能够拉伸到腰部，使腰部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。坚持20秒以后，起身换另一侧。全程都要缓慢，不论是俯身还是起身，速度都不要太快。这个动作来看一下后侧脚的摆放位置，左腿向外，脚跟靠近臀部，右腿向内，脚跟靠近会阴，然后向右侧俯身。这个动作同样是保持20秒，在心里默数。向下俯身的高低要根据个人的柔韧度来决定。做完以后，接下来做第4个动作，青蛙趴。俯身将两膝盖分开，小腿靠近床面，两肘撑地，使大腿和小腿呈90度，躯干和大腿呈90度，保持腰背挺直，不要塌腰。这个动作对于腰部、臀部、腿部都有非常好的锻炼作用，还可以在舒缓的拉伸中安抚自己的情绪，可以更好的进入梦乡，一觉到天亮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杨，咱们下期见。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既能减肚子、提臀、瘦腿，又能够改善骨盆前倾的动作，而且燃脂的效果可以说比跑步还要好。腹部脂肪本来就被我们称为顽固脂肪，不容易减，所以对于我们选择的运动也有要求。我们采用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，对减腹部赘肉的效果不明显。这些运动包括慢跑、快走、跳绳、游泳等等。想要提高腹部脂肪的分解效率，我们就得采用高强度的有氧运动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高强度的间隙训练，叫做 HIIT 运动，它是由高强度运动和低强度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模式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胯下击掌。胯下击掌就是高抬腿胯下击掌，大腿带动小腿，不断的重复拉伸和收缩的常见训练动作，它能快速提升心率，进入运动状态。具体的动作是双手侧平举，与肩同高，一侧腿支撑，一侧腿提起到最高的极限，然后两手在腿下击掌，上身要保持挺直，动作轻盈有弹性。在练习的时候，尽可能让自己的双手触碰到一起，两手的接触面积要尽量大。这个动作对于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比较高，不仅能够锻炼腿部、臀部、腹部，还能够帮助提高协调性。刚开始可以慢慢练习，等熟悉以后可以跳跃练习。锻炼的时候要穿柔软有弹性的平底鞋，同时还要注意呼吸，击掌的时候呼气，返回的时候吸气。1分钟为一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1分钟。选择对减脂效果好的运动，能够帮助我们减掉脂肪。其次也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控制好饮食。为了防止脂肪的形成，饮食一定要合理，因为饮食是我们热量摄入的源头。把热量控制在一个既能满足身体基础代谢需要，又不至于长胖的范围内，这就需要我们规划自己的饮食。要尽量吃的清淡一些，不要太咸、太甜、太油腻，多吃蔬菜和蛋白质。每次吃完饭要运动运动，不要刚吃完就躺下或者坐下。每次练习时间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调整，动作要匀速，不要忽快忽慢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相信大家都知道便秘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大便干硬，排便困难。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，尤其是老年人，有便秘的情况。便秘也分很多种，最常见的就是习惯性便秘。习惯性便秘可以通过改变生活规律，比如适当的饮水，增加食物的纤维素含量，增加运动量来缓解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缓解便秘的小方法。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。首先是敲带脉，
带脉的位置就是以肚脐为起点，绕腰1周。我们主要敲打的是带脉在腹部的这一段。一旦带脉堵塞，就会造成身体多条经络都堵在腰腹部，经常会有腰腹部肥胖、便秘、怕冷、手脚冰凉的情况。两手轻握拳，敲打带脉2分钟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，两手重叠，手掌心对准肚脐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，以自己的双手围着肚脐进行顺时针按揉，以左下右上的顺序按揉腹部。这样的按揉方式跟排泄物处于肠管内行走的方向是一致的，所以能够刺激和挤压肠管，刺激肠管内的大便往下排。力度不要太轻，也不要太重，适度就可以。每次这样按揉100下。平时在饮食上要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每天保证饮水量在1200毫升左右。主食不要太过精细，适当的吃些粗粮。还要加强体育锻炼，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。生活要有规律，不要上火，保持心情愉快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天气炎热，湿气重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湿气重是体内湿气过多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。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呢？第一个是脾气大。如果我们发现近期自己的情绪变化比较大，脾气也变得比以前暴躁，特别情绪化，脾气大，点火就着的火气很难自控，发火以后自责感强烈，其实这也是脾虚的标志。第二是大便粘稠不成形。健康的大便应该是橡胶型，而且呈现金黄色。如果湿气重的人，大便就会不成形、软烂，颜色发青，不容易冲干净，会粘在马桶上，这说明体内有湿气，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异常。第三个就是爱出油，舌苔厚。湿气重的人，脸颊、鼻头会出油，不及时清洗会沾染灰尘，堵塞毛孔，引发痘痘、脂肪颗粒、黑头。还有的感觉身体非常困重，懒得动，四肢觉得乏力。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，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去除体内的湿气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站着练习的小动作。首先站立，一只手扶墙，固定身体，将一条腿抬起，用脚背去拍打支撑腿的小腿，从上到下，从膝盖窝一直拍打到脚踝的位置，可以稍微用一点力。拍完一侧，再换另一侧，在小腿中间的位置可以着重的多拍几下。在这里有一个承山穴，它是膀胱经上的要穴，具有运化水湿的作用。承山穴一方面是全身承受压力最多，筋、骨、肉的集结之处，另一方面又是人体阳气最盛的经脉的枢纽，所以它能通过振奋膀胱经的阳气，排出人体湿气。很多人都不喜欢运动，上班在办公室里坐一天，下班后回家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看手机，平时越懒得动，湿气就爱在体内扎根儿。所以想要除湿就要动起来，也可以通过跑步、游泳、健身等运动方式让体内气血流动起来，增加水分的代谢。不过坚持锻炼身体也有把握好度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